眼前这座32米高的辛弃疾雕像是中国最高最大的辛弃疾雕像，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的辛弃疾文化园之内。可惜我来这边的时候运气不太好，赶上了一场大雷雨。不过来都来了，也不能躲在车里不出来，就全当这场雨是7、8个星天外2、3点雨山前吧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来一趟上饶啊，看一看辛弃疾，就赶上这个天儿。不过这样大的雨它应该下不了太久啊，等过一会儿雨小点我再出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。看目前这个情况，这个雨是小不下去了，咱们就这么着凑合逛一逛。我目前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的辛弃疾文化园。我这次是受到了上饶辛弃疾动画项目的邀请，所以来上饶看辛弃疾了。很好奇他们的动画作品会如何描述辛弃疾的一生，且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现在我们从停车场走出来之后，附近不远处就有12根大石柱子，上边镌刻了一些辛弃疾的作品以及人生往事，我们分别来看一看。公元1161年，金国大举南侵，住在金国的辛弃疾带领2000人加入耿京起义军队伍中，但耿京却被叛徒谋害，于是辛弃疾率领50人冲进5万金兵当中，将叛徒擒拿正法。这逆天的战绩，连爽文都不敢这么写。公元1165年，辛弃疾进奏美秦时论，阐述自己的北伐主张，之后便开始在朝中任职。而在1180年，辛弃疾开始营建上饶的居所，并自号稼轩居士，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自己即将在上饶度过漫长的谪居生涯。公元1181年，辛弃疾被罢官，并来到上饶隐居，这一住便是20年的光景。其中在1196年，辛弃疾还搬了一次家，因为以前的宅子失火了，所以就搬到了新宅子里。寓居上饶时，辛弃疾曾与陈亮会面，两人分别后，辛弃疾便写下了男儿到死心如铁，看世手补天裂之句。因为这些大石柱子大都被雨水浇湿了，所以模糊不清，我们能看到的也就只有这些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找辛弃疾雕像了，它就在远处的小山上边。在通往辛弃疾雕像的路上，我们还能看到一处小游乐场。游乐场本身没什么可说的，但它这个框架居然是仿古建筑的框架，这也是没谁了。到辛弃疾雕像前要走过一段曲折的木栈道，这个木栈道好啊，它好就好在不会有积水，水能从两边排出去。有的道路它就做不到这一点，所以那天鞋还是被水淹没了。唯一可惜的是当天的雨有点密，所以只能凑合看看江景。如果是大晴天，那么航拍起来肯定又是一种不同的味道。越过栈道之后，终于来到了通往山上的路，走上去之后就能看到辛弃疾的大雕像了。这座辛弃疾雕像通高32米，其手中所拿的物品则分别为宝剑和美秦时论。辛弃疾雕像的面前则是一副巨大的象棋，一边的棋子归他支配，另一边则是整片江山。这个布局看起来就有一种与山河对弈的感觉。走下这座山之后，我还在附近发现了一个辛弃疾的点将台，当然了啊，这是后续补建的点将台了。不过我们前边说过，辛弃疾确实带过兵，做过战，所以放一个点将台也并不违和。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辛弃疾是一个著名的词人，他留下了好多词作，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描绘自然风光的作品。实际上只是历史没有让他进入另一种可能性，所以在他谪居上饶的时候，满腔抱负无法施展，就只能寄行山水了。我们之前在辛弃疾墓的视频里曾经说过，上饶拥有易守难攻的地势，也拥有质量极高的圈子，但并没有提到这高质量的圈子是怎么形成的。其实在南宋之前，上饶并不怎么发达。白居易当初来到上饶之后是怎么说的？地僻山深谷上饶，土风贫薄道途遥，证明唐代的上饶还没发展起来。但到了南宋就不一样了。首先，上饶距离临安，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很近，现在从杭州自驾到上饶，走高速不过340多公里。古代的官道未必这么直，总长度差不多是400公里，也就是800里，这个距离不算很远。那么上饶有那么多四通八达的官道吗？还真有。秦朝为了打南越，修了一条上饶通往南昌、福建的道路；汉朝为了打东越，修了一条上饶连通福州的道路。
在南宋时期，除了这些古路之外，还建有很发达的水路，直通杭州的那种。所以很多谪居的官员以及不那么如意的世家大族，在离开杭州之后，基本上都在上饶定居，因为这些人的粉丝比较多，一旦有一些成就，粉丝就会把他们的事迹往杭州那边传，好让上边重用他们。一来二去，就形成了上饶的高质量圈子，这里也就逐渐发达起来了。而辛弃疾在闲居到60多岁之后，终于等来了主战权臣韩托胄，也得到了升官的机会。不过这事儿多少有点黑色幽默，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，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如果辛弃疾能更早被提拔重用，那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。当年辛弃疾被人弹劾，其中的一条理由就是辛弃疾在湖南组织的飞虎军规模过大了。这个飞虎军是剿匪为主的，但也足能证明辛弃疾是能够根据需求来练兵的。如果历史多给他一些时间，能让他在上饶这片资源丰富、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组织起全新的部曲，并北上抗金，那么历史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可惜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无数的缺憾，而正是这些缺憾之美，才使得那些过往的故事被一代代的人写在一段段的慷慨悲歌之内，并一路传唱到如今。我们也得以在这些故事里记住那些人的悲欢起落以及半生蹉跎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成一起旅行。